在四川武胜县的茫茫群山中，隐藏着一座全国罕见的川斗式防御古堡。这座始建于清末的军事要塞，将川东民居的烟火气与冷兵器时代的防御智慧完美融合。12米高的石砌城墙，环抱36间房屋，枪炮孔、碉楼与迷宫巷道交织成铜墙铁壁，百年古戏台至今回响着民俗韵律。登高远眺，阡陌交通，与塞内炊烟相映成趣，既是古代乡绅保境安民的立体史书，更是现代人触摸山居智慧的活态博物馆。四季轮转，春花秋月，映照青石黛瓦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探秘这座巴蜀大地上的时光堡垒——保真塞。离开了胜利天生桥，我就前往武胜县的保真塞，距离8.4公里，驾车需要16分钟。保真塞这里是建了2个免费的停车场，这一点相当不错。现在我们沿着这条步道进入景区。这是他们家族的碉楼，不过已经是一座全新的建筑了，相当于是他们家族的一个大的哨岗吧。原来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停车场。这个停车场有个好处，就是里面有洗手间。这里是景区的售票处，买2张票。刚刚已经买票进来了，一张票是40块钱。进来之后道路的两旁是挂着很多黄色的旗子上面写着保真塞。下面是一条用红砂砾岩铺的石板小路。这座保真塞是建于清宣统3年。也就是公元1911年秋，是本地豪门段氏家族为了躲避战乱而修建的集防御、起居、休闲、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群。房子依山而筑，地势险峻，仅北面一门可以供出入。保真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里就是进入保真塞唯一的大门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一点印象？据说有很多影视剧都是在这里拍的。我们相当于是从房子的中间部位进来，这一边就是东塞，这一边西塞。我们先逛东塞东塞是先建的，建于1911年，也就是清朝末年的时候。这里是有一个戏台，下面是摆放着一些桌椅。刚好遇到这里面正在装修，可能游览起来是有一些不方便了。你看这个房间里面是摆放着很多线缆呢，就在大院里面还摆放着很多钢筋。这边就是属于城墙了。那么整个城墙的长度是有560米保真塞建筑面积7497平方米。有8个天井，108道门，有124个瞭望孔、射击孔。此外，还有2处用于存放武器弹药、运送兵员的秘密通道，非常坚固、神秘而有趣。在这个院子里面是有一口古井。哇，这个井水很满哎。这里是他们段氏家族的厨房，这么大。段氏是一个大家族养的家丁有很多。所以说请了一个专门做饭的厨师。在这个厨房里面是摆放着很多老物件，这里还放着一张8仙桌，因为可以坐8个人嘛。你看这里还有碗柜、桌子、切菜板。在这个厨房里面还有一条通道，就是可以将饭菜送到各个房间。那么在战时还可以当做一条暗道来使用，但具体在什么位置我也不清楚，应该是封起来了。你看，厨师还有一个专门的卧室呢，而且厨师的床还是这么精美的。我发现这个厨房的层高很高，
起码都有6-7米了，相当于是2层楼那么高啊。看一下这边还有腊肉的挂钩，为什么会把肉啊挂得那么高呢？就是防止下人偷吃，因为在那个年代啊，只有富人才吃得起肉。继续往这边走，还有一个影视廊，就是之前呢有很多影视剧都是在这里取景嘛，可以看一下有哪些影视剧啊。不过像这些影视剧啊，大多数我都没有看过。这里是一个杂物间呢，里面呢是放着很多农用具。你看这里有第2层，这里的层高呢就没有那么高了。往这边走啊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碾子，这个相信呢是需要2个人来操作啊，一人操作一边。还有一个石磨。从影视廊出来之后啊，这里是一个天井，天井的下方呢是有一个许愿池。很难想象啊，在一个家族的房子里面竟然有一个许愿池。这里面呢就是他们家族的祖堂。家族比方说平时开会啊、议事啊、祭祖啊，都是会在这里进行。祖堂的两边呢就是影视的一些剧照。在东塞这边呢，有很多这样的蓄水池啊，这些呢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啊。比方说着火了，那么这个水呢就可以用来灭火。为什么说这座保真塞啊是结合了闽南的风格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围屋。像这座保真塞呢，它就是一整圈啊围起来的，就是有很好的防御性嘛。现在我们穿过这个展览室，直接到城墙上面来看一下啊。从这个阶梯上去，先到东塞的城墙来看一下啊。基本上每隔1.6米左右啊，就会有一个城墙垛口，这个呢也是他们的射击孔。像这些城墙垛口啊，几乎是环绕着整个建筑一周啊。像这个位置呢是凸出来的，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从侧面啊去打击敌人。继续往前面走，这边呢就是可以直接通到西塞了。这个城墙的垛口啊，东塞和西塞我相信应该是不一样，因为东塞呢它是建于清朝末年嘛，那个时候呢还是属于冷兵器时代，所以说它这个垛口啊是相对比较大。来到西塞了，西塞的第2层呢也是一个看台，对面呢就是西楼了。这里有一块牌子写着冷热兵器分界线，那么从这里上去呢，之后看到的这些射击孔啊，就会相对比较窄。你看这里是里面宽外面窄，方便枪炮啊可以这样子左右去射击。这里面还有兵器展呢，这是冷兵器，指的就是刀剑之类的东西了。在西塞上面的城墙啊，就要先进很多，设施啊也多了一些。比方说像这个位置啊，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就是方便家丁如厕的时候使用的。你看这里是有一个孔洞嘛，因为有些家丁呢是需要站在城墙上面站岗嘛，一旦内急了，就可以就地解决。然后这两边呢还有一些射击孔。你看这里还有一条通道呢，是直接可以通往第1层。这边还有一个射击孔啊，非常窄，它只放得下一部枪吧。这里面呢还有一张床，相信就是给家丁使用的。在这里啊也有一个暗道，可以通往1楼。这里还有一个房间，里面的灯光啊比较亮。你看，给家丁用的床啊，都是如此的豪华。像这条通道呢，就可以通往堂屋、厨房了。现在下面呢是被拦着，因为上面的瓦片呢掉下来了，需要维护装修一下了。这里面呢还在装修呢。你看，地下摆放着这么长的铜线呢。
这也是一个房间，哇，里面非常的明亮啊，因为上面的瓦被揭开了。这里也是一个可以方便的地方啊。但同时呢，人啊也可以藏在这个墙壁这里啊。比方说这里有敌人冲过来，家丁就可以在这里啊突然出来袭击他。这里也是有一个往外凸的建筑啊。那在这里呢，也是可以用枪啊去攻打到侧面。像在这个地板下面呢，还是一个逃生通道呢。就是在紧急情况呢，可以用钢筋呢撬开地板，下面呢就是一个通道，可以用来逃生。现在从戏台的另一边呢出来了，那这里呢是被拦上了警戒线，这上面呢应该他们那些建筑工人呢要维护了。这戏台的上方呢是禁止通行，这上面呢还有一个阁楼啊，这里是西塞的1楼，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老爷房、小姐房。1楼的这下方啊是有一个天井，这里还种着一些竹子。进来之后呢，这个位置啊就是段家的小客厅，是用来会见私密朋友的地方。这边呢是段家的书房，也是摆放着一些桌椅，还有文房四宝。在墙壁上啊，还镶嵌着一块由建筑专家罗哲文题的字，上面写着“全国罕有蜀中一绝之军防要塞式住宅宝珍赛”。这里还有一些花瓶古董。这是段家的客房，因为他们是大户人家嘛，所以经常会有客人来啊。这上面呢还有一张梳妆台、镜子、床、柜子、桌椅。这边呢也是客房了，家具啊是摆放得很齐全啊。这间房间呢是可以进去的。这个床呢看起来啊并不是很宽，大概有1.5米宽啊，长度当然也有2米。老的梳妆镜，像这种手摇式的电话，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还使用过，就是这样子按住上面，然后另一只手呢就是摇，然后就可以通电了。这个房间呢是可以直接通到上面的围墙。你看进来这间很暗的屋子啊，这里有一条阶梯可以上去上面的通廊。这个房间里面的家具呢就非常的精致了。床的前面呢还有一个下脚的地方，西塞同样是放着一些水缸，主要用于消防的作用。这就是堂屋了，但是堂屋现在呢正在维护啊。你看这地面上呢是掉落下来很多瓦片啊。你看这上面呢瓦片呢已经是被重新修整过了。在这堂屋的中间呢还有一面石刻，这上面呢就是刻着宝珍赛记，说的是他们段氏家族啊修这个宝珍赛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吧。碑记的主人叫段香成，生于1860年，卒于1934年，曾为清末钦定奉正大夫，御用五品巡检，段氏一族族长。20世纪20-30年代，军阀割据，民不聊生。段香成考虑到家族的安全以及子孙的繁衍生息，一个东塞很难全部承载，所以在1932年，他又聚集能工巧匠，备齐了石材木料，在东塞西边的空隙之地进行了修筑完善。这部分建筑后来被称作西塞。段香成当时已年逾古稀，还亲自到工地进行督造，可见他在这件事上的呕心沥血。在修建宝珍赛的同时，段香成还注重农业生产，每年还能以水果、药材获得丰厚的收入。另外，段香成还修建了段氏祠堂，除了供奉祖先以外，还紧密地团结了段氏族人。期间，他不仅每年减少田租，以帮助那些贫困的农户渡过难关，还做了很多公益事业，在10里8乡有口皆碑。此塞建成后，起到了庇护子孙、增益保障地方安宁的功效。为了恩泽长留，子孙世代以之为宝，并作为家族的珍世世相传。
段江辰将赛名取名为保真赛，保真赛一名便缘此而得。这两边挂着的应该就是他们的家训了。这一间是段家的绣房，里面呢也是放着一些老家具，但是这个房间呢现在还在重新装修当中啊。你看这上面的瓦都已经脱落了。这个房间也是显得特别的高啊。原来呢应该是有第二层的，你看这里呢是有一个孔洞嘛，是可以用来镶嵌横梁的。这一间是小姐的闺房，摆放着梳妆镜，还有花瓶。这个床呢看起来啊也是相对比较小，而且在这个床的后面呢还有一条梯子可以上第二层。我认为刚刚看到的这个房间呢就是老爷房了，因为唯独这个房间呢是有一条通道啊，是可以通到这上面去。看完了保真赛之后啊，现在我们到段家大院来看看。保真赛是他们段氏家族在战时啊躲避战乱的时候呢使用的，而段家大院呢就是在和平时期啊用来生活起居的。这里有一条阶梯下去，两座房子相差不到100米。我们来看看豪宅与普通家庭的房子的对比啊。你看这些呢就是川东普通民居的样式了。这里有一块牌子指示着段家大院，从这里下去，段家大院的正大门，在这里啊还需要再验一次票。全木质的房子，这里还有一个少亭呢，后面呢就是一个大院子了，看起来起码都有300-400平方米啊。不过看起来这座房子啊像是后期翻修的，因为大部分的木构件呢都已经是非常新的了。后面的这一部分呢看起来比较老，而前面的这一部分呢相当的新。这里还有一个大的戏台，那么段氏家族的人呢就可以坐在这个平台上看戏。那么段家大院这里的建筑啊主要呢是这种木构件，跟保真赛啊相对比的话呢就差别很大了。因为保真赛啊主要呢就是用于躲避战乱嘛，所以需要坚固一点。像平时生活起居啊用木头呢会更加的舒适。这里面呢也是有一些影视展，都是在这个段家大院还有保真赛那里拍的电影。这个房间呢就是摆放着一些农用具，还有一些箱子呢，说不定这些呢都是当时拍电影呢留下来的道具。这边就是生活起居的房间了，像这个床呢就雕刻得相当的精细啊，但同样这个床不是很宽，可能就只有1.5米啊。这间是堂屋，也就是主厅了。这间屋子里面呢还挂着很多灯笼，像在过年的时候呢肯定会把这些灯笼啊挂出来，
看完了段家大院之后啊，这一次的广安之旅呢就结束了。OK， 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